螺蛳粉我相信大家都吃过，但是109块钱一盒的螺蛳粉，你们吃过吗？那这个螺蛳粉呢，是我前2天逛山姆超市的时候发现的。当时看到那个价格，我都感觉有点惊了啊！就这一盒109块钱。当时我旁边呢也有其他人啊，基本上就是看了这个东西，完了之后转身就走。我其实也是那一群人里面唯一一个把它抱上车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109块钱一盒的螺蛳粉到底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啊！老规矩啊，花钱的坑我替大家踩，免费的点赞，希望各位支持一波。感谢。虽然是卖109块钱啊，但是拿着是挺重的啊。就这一箱啊，带包装5斤多啊。还算好的就是这5斤多并不是一份啊，它是2份，里面总共有2袋啊。一袋的话呢，够2到3个人吃。宣传图就长这个样子，看着其实还是比较丰盛的。接着咱们拆开看看啊。哦，这里面就这2包嘛，这一包是1.097千克啊。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一包的螺蛳粉，这得有多少料啊？拆开看一下啊。你别说，还挺多哎！2包黄色的是腐竹，这个是蔬菜包，哇，这个最重啊！这包是午餐肉，这个是丸子，2包虎皮鸡爪，这2包是笋包，这2个是臭豆腐，4个鹌鹑蛋，这个是粉。牛油酱、醋包、辣油，这个是汤包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一包里面所有的料啊，数了一下啊，加上这一堆醋包、辣油包，一共就是18包。不知道你们看了感觉丰不丰富啊？看着我只能说比普通的螺蛳粉是要丰富不少的，但是这一堆也贵啊，一盒里面是2包嘛，划算下来这一包就是54块钱。教程里面说先煮米粉啊，冷水下锅煮9分钟。啊，这就是米粉，就这分量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够2到3个人吃吗？好，时间到啊，给它捞出来。我天哪，就只有1碗啊！按照教程，他这里说啊，再取1.2到1.5升左右的清水啊，我这个是量好的，高高的没毛病。再加入米粉，接着把其他所有的这些配料啊全部倒进去，臭豆腐、腐竹、腐带、午餐肉、酸笋、鸡脚。哎，我突然忘了一个啊，应该先加它这个汤，还有这个牛油包的。现在加应该也来得及啊，水还没烧开。螺蛳粉汤包，这玩意儿一加进去，这小味应该挠得上来啊。然后辣油的话还贴心啊，你看它这里写了啊，如果倒一点点就微辣啊，倒一半就中辣，倒全部重辣啊。那大家都知道我的尿性啊，我就倒一点点好吧。这个是蔬菜包，这样看着好像还是挺有食欲的哈。然后直接给它煮开啊，煮透就可以了。臭豆腐他说戳几个洞，多煮一会儿会更入味啊。那咱们就戳2下啊。闻着是真的香啊！这一碗就54块，朋友们。我当时还给他准备了这么小的碗啊，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够，换这个碗装吧。咦，这个碗都装不下呀，没有再大的碗了啊，只是拿这个锅来装了啊。来，朋友们，这样一装，我个人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亏啊，因为这个是之前我们拍那个火锅外卖送的那个锅啊，拿它这个装起来就感觉分量很多的样子啊。当时就是感觉它粉少，但是放完这个东西再煮了一下，哎，这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了啊。好，接着咱们来尝一下，看味道咋样哈。先看看它这个臭豆腐哈。果然啊，搓了汤汁之后，这个豆腐就很有味。不过对比现在做出来的臭豆腐，那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啊。这个就像是带有一点那种酸辣味的豆干的感觉一样。来，我嗦一口粉哈。哦，粉是已经完全煮烂了，但是我觉得这味道啊，没有到我心里那么好吃的地位啊。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家螺蛳粉店啊，它是从广西那边过来的，然后那个粉呢，就说是纯正广西味，我吃的我感觉也很好吃。这个就我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啊。但有一说一的就是这个螺蛳粉啊，它的酸味、辣味还有臭味都是比较足的。从味道来说，满分10分应该是能够给到8分以上。但是从价格来说啊，就这个，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加了很多料的那种螺蛳粉。光从粉来说，肯定是不够2到3个人，最多就2个人吃，3个人我估计可能3个女生差不多，3个男的肯定是不够啊。来，我尝尝它这个虎皮鸡爪哈。有点烫，鸡爪味道还可以，跟去外面螺蛳粉店里面吃的那个鸡爪味道是一样的。还有午餐肉啊，这个午餐肉真真实实，里面是有肉的。这里面还有2个福袋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螺蛳粉里面碰到有福袋的啊。这个是鱼子福袋，这个味道就跟真空包装的鱼豆腐味道差不多啊。所以总的来说啊，这个螺蛳粉我觉得味道算是很不错的。虽然说是够3个人吃，但是里面所有的东西啊，全部都是2人份的。你看鸡爪2只，午餐肉2只，福袋2个。如果有第3个人的话，那肯定有1个人就是吃不到这些东西的。2个人吃的话呢，那平均单价就是27块钱1个人。这份螺蛳粉的无非料最多的就是在素菜还有酸笋这2个东西是掉最多的。粉的话呢，其实也就是最多够1.5个人吃啊，2个人我估计可能有点吃不饱。我估计我坐这慢慢吃，应该是可以把它吃完的，因为粉不算多。还好我辣椒加的少，随便吃了这么几口啊，你看这又出汗了。哎呀，这是真红啊！
很多人说啊，薯片、炸鸡、辣条呢，都属于是垃圾食品，小孩吃多了容易长胖，而且呢还不长个。我只能说啊，那些都不算什么。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零食，还真的叫扛毒啊！首先先看第一个啊，名字叫做铜丸口香糖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在小时候买过没有？这造型呢，就是长得跟抽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啊，但我不能说出来啊，你们应该能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它总共是4个包装，4个颜色啊，尤其是这个是最像的，里面是这个样子。总共这里啊20盒，现在的价格要20多块钱啊。以前在小时候就是这一盒只要5毛啊。说白了啊，在那个时期年纪都很小啊，然后看大人是那个样子的，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啊，小时候买完之后呢，也就习惯性的这样叼着啊，这就很不好啊。但为什么说小时候扛毒啊？你看它这个糖果里面有食品添加剂、柠檬酸、香精、日落黄、诱惑黄啊，就很多的那种甜味剂啊，全往这里面加。真的，一口下去就完全是那种甜味剂、香精的味道。来下一个啊，名字叫做猴王丹。这个呢，在我小时候啊，卖5毛钱一盒，这个还算良心啊，没涨价。总共这里30盒啊，花了13块8毛钱，平均一盒4毛6啊，比以前小时候还要便宜。这样看的很像是一个打火机的造型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开盒方式是这样的啊，直接打开就可以把里面这个类似于小药丸的糖果啊给倒出来。那其实不算是糖果啊，因为它这个配料里面是陈皮、话梅、山楂等主要成分做成的啊。不过呢，也是同样啊，就是扛毒食品嘛，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那种什么柠檬黄啊、甜蜜素之类的啊，写在底下有很多的小字啊。平时的话呢，就长这个样子啊。在我们老家这边啊，其实管这个东西不叫猴王丹，叫老鼠屎啊。吃的就是酸酸甜甜，就跟吃那个话梅糖差不多。我现在吃我就感觉很好吃，就不要说小时候啊。然后上面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小型的口哨玩具啊。既能玩又能吃，才卖5毛钱一个，你看看这多良心。好，下一个啊，名称叫做无花果。其实这个东西呢是深深诱导过我的，因为我当时以为无花果呢它就是一种水果，那实际上呢也是有这种水果的。不过啊，我就把那个无花果呢联想成这个无花果，实际上这个无花果呢它其实就是萝卜丝儿做成的。以前小时候买啊，大概是5毛钱一包左右啊，现在也是一样，13块8，你看有几十包。配料表，哎，这个配料表怎么也有无花果啊？无花果、萝卜丝儿，然后就是阿斯巴甜、糖精、钠甜蜜素、3氯蔗糖、3梨酸钾啊，就这些东西，这里面就是这个样的。以前小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样过来的啊，同学买一包这个，他给你分一根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根啊，你就含在嘴巴里面，你就能说很久啊。不过实话实说，还是以前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然后嚼到最后呢，会有一股萝卜丝的那种味道。别看它一包只有这么少啊，只要你省着点吃啊，你可以从早上一直吃到你下午放学，甚至于再省一点带回家边写作业边吃。所以别人我不知道啊，在我以前小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性价比这个东西得有多重要。我相信啊，肯定有很多人是同样的感觉啊。来下一个啊，名称叫做果爆鸡精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说实话，在那个信息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啊，它怎么样能够火到全国的？你说以前是什么价格我忘记了，我只知道就是这一大包里面每一小根卖1毛钱。现在我买啊，这3个大包加这里有3个小包，总共花了我36块钱。这辣条比大厂的还贵啊，朋友们。不过我拆开包装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包装看着大啊，但实际上没有我小时候感觉的大。以前最经典的标配呢，就是从这底下啊抽2根出来，然后就是这样扭起来啊，把它的油给扭出来。你看，扭出油以后啊，然后再这样吃。哇，就是以前那个味，真的，我现在吃我都感觉它超级好吃。因为辣条这个东西咱们都从小吃到大，对吧？现在可能买这些辣条的机会呢是比较少的，基本上买辣条都是买那种大品牌的。不过它的味道其实跟大厂的味道其实基本上差不太多，只能说就可能什么卫生质量那些，那我不太清楚啊。那在我以前啊，基本上就平时只能买得起1根1毛钱，然后有些同学啊，他买1包就放在抽屉里面，想吃的时候就抽1根出来吃。咱们自己啊，每次就只能买这1根，还没等到进校门你就吃没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童年零食真的，它卖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小时候没怎么吃过，还有吃不起的这些人。你像小时候他一次买1包，你觉得他长大了之后还会买这东西吃吗？只是说啊，现在东西是那个东西，人也还是那个人，但是吃法你看现在完全都不一样了。好，下一个名字叫做甜酸辣吊芒果。这个东西我以前读小学是没有买过，但是我看网上销量很高，总共这里2吊花了我37块9啊。我估计最少这一块也得2块钱左右吧。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用芒果去做成的，配料表主要就是芒果，但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添加剂啊，像什么食用盐、白砂糖、辣椒粉啊，什么糖精、钠甜蜜素啊。要知道啊，这个是青少年专供的童年零食。这东西呢，我虽然没吃过啊，但它里面的配料呢，我基本上都能背得下来了，所以说都是老熟客了啊。你看它这个芒果啊，这个我估计就是用什么东西给泡好的，变成这个样子的啊，是连着皮都在上面，这个是芒果皮啊，应该就是直接吃啊。
巨甜，这甜的连一点酸味都没有啊！而且它这个芒果吃的很脆，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没有怎么熟的芒果，直接摘下来做成了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是辣的啊，上面有一点点辣椒粉，同样是没有去皮的。这还有芒果糊啊。可能小孩子能吃得出来，这个是有一点辣味的，但咱们就吃的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啊，都是一样的甜甜的、酸酸的味道，很脆。小时候咱们确实是真扛毒，这味道是真的很好，很讨学生的喜欢。包括我吃了，我都感觉味道可以，因为现在咱们是有一点理智了嘛，都觉得这东西还是不能多吃。但在读书的时候，你们要知道，谁管你这些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个啊，同样也是毒害青少年的一个东西啊，名字叫做锁喉桃，跟刚才那个芒果是一样的。我小时候吃过的就是这个，你看啊，它总共有好几种，一个是锁喉黄桃、锁喉红桃、锁喉绿桃。但是你们想啊，它能有那么多颜色吗？其实全部都是用那个色素给染出来的啊。这还有一个锁喉黑桃啊，总共这一堆啊，花了我16块钱。那基本上在学校门口买的话呢，就是5毛钱2个。最经典的就当属这个锁喉黄桃了。它这个锁喉的意思就是你一口下去啊，立马能够把你这个喉咙给锁住，有点像是吃槟榔，完了之后立马就是有那种气短胸闷的那个感觉。这个一入口同样是很甜，吃的也是很脆啊。它的汁水呢比刚刚吃那个芒果要多很多。中间呢有一个这样的小籽啊，但这个籽能咬得破。配料表这里啊，第一名是桃，然后底下就是白砂糖啊，加很多的这种色素、香精、甜味剂啊。那如果说它这个是桃的话，那就可能是根本没有长大的那种桃，然后经过他们一加工啊，就变成了那种一入口贼甜，但你根本就尝不出来水果味的那种感觉。还有这个红色的，你看这红色多讨人喜欢啊！咬开里面是红的，可见这色素得有多厉害。估计我吃完啊，我的舌头都是红的，你看。哎呀！这是真红啊！所以你看看这玩意儿，朋友们，这能吃吗？这还是那句话啊，咱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好，还有一个同样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童年零食，名字叫做深水炸弹固体饮料。以前小时候一瓶可乐最便宜的就国产品牌要2块钱一瓶，对吧？但这玩意儿啊，1毛钱一片，里面也有可乐味的。就这一桶花了我39块，你看这多少？它里面什么味道都有啊，什么甜橙的、芒果的，还有薄荷的、雪柠的，最经典的可乐味它也有啊。可乐最便宜卖2块5、2块还有3块，它这个只要卖1毛钱一片，别人买饮料都直接买来喝。你像咱们只需要丢一个，可能这个水比较多啊，要丢好几个。我们只要把它丢在水里面，3、2、1，走，它就会发生那种反应啊，就跟泡腾面是一个原理。但是我估计我这一片肯定是不行啊，因为我这里面有2000多毫升，我估计可能得加个4、5片左右。我放了10片啊，按以前小时候的价格得1块钱，但是能冲出这么多啊，所以怎么算还是比直接买可乐要划算。然后喝起来的味道嘛，我尝尝啊。哎呀，这个跟可乐完全不是一个味儿，喝着呢其实有点像是可乐跑了那个气的那种味道，但耐不住啊，这个玩意儿它价格真的便宜，所以当时也是很受很多小孩子喜爱的啊，同样也包括我在内。我现在喝，我感觉这味道很难喝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我能喝得下去啊，也可能就真的是感觉喝水没有味道。但是身边同学呢都喝得起饮料，然后自己又不想那么尴尬的时候呢，于是就买了这个东西，它也算是饮料的一种啊。那这一类童年零食呢，不光是拍给你们看，其实同时也是拍给我自己看。我个人觉得里面的每一样东西，除了这个芒果呢，我小时候全部都是吃过的。就我拍的时候啊，我深刻能感受到当年读书的时候，就是身边同学他们吃的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你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感觉。真的你很难说得出口啊，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童年零食在2023年的时候还能够买得到，但是真的是证明啊，大家现在都在慷慨的宴请当年那个贫穷的自己，好吧？最后希望各位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越来越好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最近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战斧牛排外卖烤肉套餐，号称11荤9素，还带超大的战斧牛排，并且还附送烤肉锅，价格只需要198块。按照这个配置、这个价格，朋友们4舍5入几乎等于不要钱啊！来，花了198块啊，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外卖到底怎么个事儿。拿到以后呢，总共就2个外卖啊，这个红的应该是电烤锅哈，估计可能也就是9块9的配置啊，好像还真是啊，就这么小的一个电烤盘。然后另外这个就是食材啊，
哇，这个东西不少啊！2盒金针菇，这个是青红辣椒加上大蒜，烧烤料餐具包夹子啊，洋葱、花生米、辣白菜、冻豆腐、杏鲍菇，2盒生菜，然后底下就全部都是肉了。这个看着像是鸡腿肉啊，这个应该是牛肉啊，但是它这上面没有写哈。还有大虾耶，香肠，这个应该是牛肉啊，这个也是五花，还有鱿鱼，这个也是牛肉。最重点的是这个啊，我的天，还真有战斧牛排啊，朋友们。厚度的话呢，感觉还行啊，不是特别薄。就这一堆东西啊，198块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是值还是不值？觉得值扣1，觉得不值扣2啊。那买都买了啊，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试吃时间，花钱的坑我替大家踩，免费的点赞，希望各位支持一波。先把这个烤炉通个电啊，别说啊，它这个料其实还挺多，你看啊，什么烧烤料2包，孜然撒料2包，还有一个蘸酱，料其实挺全的。先把战斧烤了吧，但是这个锅太小了呀，先挤上一点这个黄油吧，他送的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那爆米花那个黄油那味儿。你看看，他这考虑的不周全呐、战斧这么大，给个这么小的锅，是啊，我也觉得不值不值。给你翻个面。哦，那等待的时候单独吃个花生米等一下，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，你知道吧？至少这个证明有商业头脑，不让我们干等着。这确实啊，锅太小了弄不熟啊，而且是这个刀还是我们自己自备。其实肉真的不多哈，只是看着大而已。挤一点这个烤肉蘸料啊，他没有给黑胡椒汁，那就挤这个吧。好，这个就是战斧牛排啊，我蘸一点这个汁儿，我看。它这个是不是腌制的牛排？有点腥啊，黑哥。有点腥。你给它蘸上这个汁嘛，或者蘸上那个撒料。再蘸一点烧烤料啊。蘸上烤肉料还可以。就这一块它值多少钱我不知道啊，我觉得应该30块钱肯定是值吧。那1人2口没了，这还有一点点。拿着吃，感觉这吃了跟没吃一样，这够4个人吃吗？你想想。然后再烤个这个啊。你看，这块都是给你添加上去的啊。是啊，就是保证足斤足两。裹的这个料啊，你看还可以哈。这个应该是一整块的，因为很有嚼劲，它也没有调过味，吃的我就感觉跟没吃一样。这块是五花啊，这五花肯定烤的贼香，这个都冻住了。这油是真的多呀，选个生菜吃。虾的话呢就是6只。好了，这就是奥尔良的那种鸡腿。我尝尝这个虾。我觉得鸡腿肉比那个牛排还好吃，因为牛排没调味啊，加上他给的那些料呢，其实也不是很好。这鸡腿呢是调过味的，所以很香。虾还可以。不过我真的得吐槽一下这个锅哈，效率太慢了。你像我们之前也拍过一个烤肉的那个外卖，人家送的是这个锅，这比它好了10000倍了吧都。剩下的就不用它这个锅了啊，我们直接用上自己的锅吧，来给它全部搞完，要不然一个一个太慢了。专业的事儿还是得有专业的机器啊。这就是最后的5份肉啊，真的很少啊，估计也吃2口就没了，你看嘛。来，可以吃了。你看这一波就5份肉啊，直接就好了。哎，这个更好吃，这个。其他这些可能就差点意思，最好吃的就是这块肉，我就吃了2口，我就快没了啊。我也吃了2口。4个人的话，就是1人1口半差不多。1口的话，你就可以夹个2、3块肉嘛，那就1人平均3块肉左右就没了，很快。我没吃饭，我就吃这一顿，我感觉没吃饱。你看这剩下还这么多，但是我把这些全部吃掉的话，肯定还是吃不饱的。所以这个东西198块钱，你们自己斟酌啊。如果你们看到了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买啊？反正我们是觉得，要是我不会买，我也不会买。我是不是刚开始说我会买这些东西？你说了吗？我说还是没说呀？反正看着是还行，但是吃的实际觉得不是很值啊。主要这个卖的就是视觉，对，肉太薄了，薄如蝉翼。原本我以为只有小碗菜里面才有料理包啊，结果没想到面条里面也有。
这个现象呢，其实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。以前去外面吃呢，无非就是自己不想在家做饭，结果现在真的就是连外面的商家他自己也不想做了啊，全部用的是料理包啊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低，味道又好，出餐贼快，而且呢，新手直接就能上手。那有这条件，咱们自己在家做不就行了吗？那还出去吃干什么呢？那上次我们拍的呢是小碗菜的，这次是专门给面条用的面浇头料理包。通俗一点来讲啊，小碗菜里面它是只有菜没有米饭，对吧？米饭自己蒸。然后这个面浇头的意思呢，就是它只有面上面的调料，然后面的话呢得你自己煮。我这里呢总共是买了2种啊，分别不同的价格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价格77块钱8份的面浇头料理包，红烧肥肠、金汤猪肚鸡、番茄牛腩、藤椒牛肉，还有最经典的红烧牛肉啊，它有2种味道，一个是辣的，一个是不辣的啊。划算下来呢，这里每一包价格是9块7毛钱一份，再加上面的话呢，那最少得10块钱往上啊，所以卖你25一份应该不贵哈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份啊，比刚才那个还便宜的，那个是常温保存，这个是冷冻保存。这个呢同样也是面浇头啊，总共是57块9毛钱10份，同样的也有最经典的口味啊，红烧牛肉。最奇葩的就是它连拌面都有啊，朋友们。所以现在来说，就如果新开了一家店，你进店里面去吃饭，你首先看到那个菜单，其实并不是商家想出来他会做什么样的面啊，而是料理包里面能卖什么样的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，一份是大概9块7毛钱的面浇头，一份是5块7毛钱的面浇头，我们看看2个吃起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。这个做法呢同样很简单啊，就只需要准备2锅水，一个水用来煮面哈，我们就煮一个红烧牛肉，再来个肉酱拌面啊，这个番茄牛腩也可以，还有红烧肥肠，还有香辣牛肚，就稍微煮这几个吧，因为其他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经典哈，就这几个还稍微那个一些，有一点代表性。另外一边煮面就行了，我就直接买的这种面煮啊，这个面12块钱一包啊，里面有5份，平均价格呢也就是几块钱左右啊。好，现在就到出餐环节啊，你看面煮开，直接把面分配一下，然后挨个浇上面浇头就行了啊。首先这个红烧牛肉面浇头，哇，这汤是真多啊，你看，然后牛肉。还有那么几块牛肉啊，这才5块钱一份的啊，朋友们。然后这个是9块钱一份的红烧牛肉啊，汤都差不多哎。哦，但它是这种牛肉。还有这个是红汤肥肠、番茄牛腩，哇，还真是牛腩呢。香辣牛肚，最后是拌面啊，肉酱拌面，你看全部都是酱啊。最后啊，我们只需要自己再加一把葱花就行了啊。这就急速出餐，就10分钟，朋友们，我能做出6碗面。最后让咱们的面条收个鸡啊，妃子尝一尝，你看看好不好吃？要不咱们先尝红烧牛肉的好不好？看看这个红烧牛肉的啊，这加了一抹葱就是不一样。我这个大概就是3块，我是这样的块状牛肉，你那个是片状的。片状的我大概有个4、5片，来尝尝。哇，好热好香，有蒜，还有蒜呢。哇，吃面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呢。我有还是没有啊？要不吃小葱节吧？一样的，葱节也行。这面好吃吗？面不那么筋道了，那可能是面的问题。他说是红烧牛肉，闻一口就是红烧牛肉的味，你那个是吗？我不知道红烧牛肉是什么味儿。那你看这俩是不是一样的味道？哎，你这个没有我好吃，不一样，面更好吃一点。它这个就相当于是那个泡面那个调理包泡出来的味儿，我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煮出来的味儿。尝尝这个肉，这个肉也很软烂，吃的挺香的。啊，想起来了，这是什么味儿？我在上面吃过一次牛肉面，我不是吃牛肉那个，就这个味儿，就跟那味儿一样。那意思就是它跟你自己做的差不多是吧？对。好，你看那红烧牛腩的，这闻着怎么是番茄味儿？哦，番茄牛腩，看着是很红，但是是那种番茄汁儿，你知道吧？闻着一股很香的番茄味。哇，这个牛腩都拉丝儿啊！不好吃，我不喜欢吃番茄味的。那我看看我这个是红烧肥肠，这肥肠量还挺多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其实你量多不多跟老板良不良心没有关系啊，这取决于它里面分量有多少。什么表情啊？让我尝尝，行还是不行啊？它的肥肠怎么保留了一股味道？保留了你尝一下，就是有一股卤料加多了的那种感觉，不过也还行了。来口吞别，就那个味儿原封不动的给你搬过来了。哇，这个是肉酱面啊，新的如果做这个肉酱面，老板良心的。你说我卖你15块钱一份，你觉得良心？好吃。这个好吃，酱好多。就商场里面的那种卖面条的，它就是这种的。不可能，大家记住一点啊，商场不可能这么良心的。
可能飞哥不太了解啊，就你以为这个料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是吧？其实不是啊，我没有那么觉得。你没有，你可不要乱说。就是咱们所有的料呢，全部都是料理包做出来的，不管它里面料多料少，那就是料理包里面的分量，跟老板良不良心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就哪怕说你说他商场里面那一份没有那么多，如果他用的是料理包啊，那其实也不能怪人家，因为人家也加不了料。但实话，这个料理包这个量确实是很大啊，而且你这一份啊，就是不算面条，你这个酱你知道多少钱吗？5.7块。基本上就是咱们吃面条啊，其实这个预制菜已经早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了。你看啊，以前卖面条是不是得手工自己揉啊？你揉完以后，然后你再下进去煮，煮完以后，然后你再炒，就是炒那个料嘛，再浇上去。那你看现在我就2个锅，一个煮面，一个煮料理包，就直接出餐。不过我觉得吧，就是如果你们喜欢吃面啊，其实也可以自己买一份，因为你出去吃，你得花双倍的价钱啊。就我这一份成本是11，你出去吃最大的25，你25块钱能吃2碗，速度也快，也不需要你干嘛，你就准备2个锅就行了，吃的还贼香，不比外面的确实好吃，说实话。如果各位想吃现做的面，去外面啊，你就直接去满族拉面。哎，我打包一份面回家，我再浇上个浇头啊？你还浇浇头？这不是懒吗？你懒，你直接在那吃得了，你回来还要浇浇头，这贵呀！去兰州拉面一份面，就是你打包一份面5块钱，回来浇个浇头5块，10块钱嘛。但是你在那个他那边吃，你浇上他那个浇头就变15了，你1块2块亏5块。所以说能自己做还是自己做啊，自己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做有多省钱，真的。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啊，就是去打包那个玩意儿，真的好丢人。来，朋友们。是啊，我操，这里面还有个盒子装的，还真是一个桶啊，朋友，你看，这是一个小桶啊，然后刺在这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刚刚好10个刺啊，有鸡翅，有鸡翅根，这个只需要直接丢进去啊。空气炸锅200度，6到8分钟，那我们就来10分钟，好吧，保险一点。哇，出来以后直接用上它这个碗装起来。你看啊，吃拿这个装，骨头拿这个装，吃完以后啊，直接把骨头咵一下盖上，丢掉啊，连碗都不用洗。哦，对，这可能得洗个空气炸锅就是。来，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外面那种味道哈。看了这个颜色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哇，这个就是奥尔良烤翅的那种香味。一般涉及到奥尔良的，我感觉都差不太多，而且它这个也是挺多汁的。
我觉得还行啊，不比外面炸鸡店的味道差。所以说啊，其实就是你有一台空气炸锅，你买完以后啊，基本上来说，我觉得是一本万利的事情。好，下一个名字叫做爆浆鸡腿卷。这个外观呢，其实长得特别像地道肠啊，但实际上呢不是啊，它这个其实是用鸡皮，然后里面裹着鸡肉，然后卷起来做成的一个类似于肉肠的那种样子啊。总共2包10根，一共花了29.9块，平均一根2块9毛钱啊。它这里面就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是鸡皮，然后里面裹着有肉，看着是挺像的地道肠，对吧？但实际上不是啊。这个直接空气炸锅200度啊，这个要久一点，来15分钟吧，中途翻一下。哇，你看看，弄完以后还真的像烤肠啊！它原来可是长这样啊！你看，看的真的是有没有那点像热狗的那个意思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爆浆鸡腿卷，我前几年其实还吃过一次啊，我感觉味道真的是挺好吃的。哇，好好喝啊！外面是很焦脆的，然后这里面你看全是肉啊，贼香。因为烤肠呢最外面它是肠衣啊，这个鸡腿卷最外面就是鸡皮，所以鸡皮炸脆以后呢，吃的就特别香。加上一口咬上去啊，这里面还爆汁儿，我估计这都能倒得出水来，你看。还真的有啊，里面这个肉呢，其实就有点像是香肠的感觉啊，但是外面不一样，外面是鸡皮。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吃香肠，这个其实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吃。就这里啊，这个全是鸡皮，看到没？这个扯下来吃，你们应该知道能有多香啊。好，下一个名字叫做爆浆烤乳鸽，我真没想到乳鸽居然能出现在空气炸锅的视角里面啊！别看只有小小的一包啊，这一包花了我47块钱，里面有2只乳鸽，一只平均大概20多啊。说真的，我是真没吃过，就是用空气炸锅来做的乳鸽耶。这里面颜色这么红啊，就看着有点像鹌鹑一样，看到没？它这里就写了啊，爆汁儿乳鸽，时间教程写的还挺快啊，大概是180度左右，来10分钟。哇，我的天呐，朋友们，这是有史以来啊第一次，我感觉真好看呐，乳鸽啊，朋友们，这颜色你看看，这是真红啊。还有这只，但这个头烤着它烤掉了啊，估计可能是本来就不在一块的，闻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味道，感觉跟我们刚刚那个爆浆鸡腿卷味道差不多啊。来，我看看味道好不好吃啊。先来一只小腿啊，它这个外皮还是有点紧的，真的是我是第一次啊，知道空气炸锅能做乳鸽，朋友们。吃着有股那个烤鸭的感觉，它这个肉都是红色的啊，说明它这个腌料给了很多啊，导致这个肉里面全部都腌入味了。但我觉得对比那种专门卖玻璃乳鸽那种地方，这个其实是差很多意思的。总体来说味道其实还行啊，但是实话，我刚刚做的时候呢，我中途加了好几遍油啊，要不然不可能颜色会这么好看。而且这个东西啊，它烤的时候啊，里面流了很多的汤水。你像我这个锅上面全部都是啊，这全部都是它流出来的。其实最好吃最方便的，我觉得就是10吃1桶。另外这个炸猪排呢，其实也还可以啊。就如果各位喜欢吃的话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几款东西啊。你像这些都是可能比较吸引眼球一点，但实际上吃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价值。好吧，那剩下的给你们新手吃啊。这个鸡腿卷我拿来吃了，还是这个有味，这全是肉。